精美今日分子指的是一群崇拜美日、献媚西方世界、毫无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自家圆的逆向民族主义者。这是一群流着炎黄血脉、吃着中国人粮食却仇视中华民族、以贬低抹黑中国为傲、以中国人身份为耻的特殊群体。而近些年，这一群体居然出现了扩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的金蒙分子。他们一心鼓动内蒙独立，试图重建昔日蒙古帝国的荣光，甚至屡屡做出攻击中国公民的行为。那么，当代的金蒙分子究竟有多疯狂？金蒙分子出现的根源要追溯到泛蒙古主义思想的衍生，它是一个徘徊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幽灵，一个对中国边疆地带存在明显侵害作用的可怕思潮。泛蒙古主义的核心理念，狭义上讲就是蒙古语族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蒙古国家；广义上讲，其野心是将蒙古两侧的中俄以及欧亚大陆广大蒙古语地区全部纳入囊中，建立一个全盛的蒙古帝国。历史上，这一名词最早来源于俄罗斯哲人索洛维约夫之口。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他曾预言日本人将会被击溃，随后他们会开始助力推行泛蒙古主义，和中国一起占领欧洲。次年，索洛维约夫又在自己的哲学诗作中发表言论，再度强调了泛蒙古主义的强大威胁性，其言论观点几乎等同于黄祸论。因为对俄罗斯人而言，13世纪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的恐怖记忆一直萦绕在其脑海中，他们下意识地将曾经强盛的蒙古帝国与侵略威胁联系在一起。因此，早期的泛蒙古主义重点强调对蒙古激进分子的警惕与防范。时间来到20世纪初期，中国国内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无暇顾及内外蒙边缘地区，于是这些地方变成了泛蒙古主义思潮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沃土。1911年，中国正值辛亥革命之际，外蒙趁机宣告独立，打响了泛蒙古主义崛起的第一枪。1919年，泛蒙代表大会召开，激进的泛蒙主义者们宣布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定都海拉尔，并开始向一片战乱的中国内地渗透，不过最终未能取得成功。在中国受到泛蒙主义侵害的同时，一手促成外蒙分裂的沙俄也在饱受泛蒙主义者的残害。早在二战时期，泛蒙主义者就与日本人广为勾结，向日本出卖苏联的情报，帮助日寇开辟北京基地。斯大林与日本达成临时合约后，曾严厉镇压泛蒙主义思潮，一举消灭了成千上万的宗教人士。出于对苏联政权稳固的考量，斯大林甚至来了一招釜底抽薪，将盘踞在东西伯利亚的日本人与朝鲜人全部迁到中亚，断绝了泛蒙主义的传播。然而，到了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苏联日薄西山，泛蒙主义再度卷土重来。1980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引发了泛蒙主义的严重不满。一场又一场反苏反俄骚乱不断上演，泛蒙主义者甚至打出了俄罗斯人赶紧滚开，否则就留下给我们当奴隶的宣言。苏联解体后，泛蒙主义迎来前所未有的崛起机遇。图瓦、阿尔泰等4个自治共和国几乎完全沦为俄罗斯蒙古语族的天下。在这些地方，其他民族群众频频遭到蒙古族针对、毒打、迫害。2007年8月，50多位泛蒙主义激进分子手持刀枪武器，直接洗劫了一个俄罗斯族村庄，造成20多位无辜民众伤亡。而这样一起有计划、有组织的激进民粹主义袭击，却被当地政府淡化为流氓寻衅滋事，大事化小的将其掩饰下来。除了直接对中俄产生威胁，泛蒙的另一危害表现在于与日本喇嘛的勾结。泛蒙主义之所以能发展得如火如荼，日本绝对算是一大功臣。自明治维新以来，目睹西方列强在全世界各地作威作福的日本人，便开始按捺不住骨子里的民族劣根性，做出汇入侵略洪流、瓜分世界地盘的决定。而中国和远东地区就是日本人关注的最大战略要地。与沙俄争夺远东地盘、侵略中国，无不是日本妄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邪恶理念体现。而通过扶持撺掇金蒙分子反对中俄，也是其削弱两国力量、进一步向远东渗透的一大手段。早在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人便广泛活跃于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带，想要刺探中苏情报，为接下来的侵略活动做准备。苏联解体后，日本立刻闻风而动，见缝插针般派出大批间谍和游说人员，助力泛蒙分子的行动。2000年，日本一个叫做田中明彦的人，还给蒙古语国家布里亚特出过一个主意，让其在国家名字后面加上蒙古二字，即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日本人扶持泛蒙的目的昭然若揭。田中在自己所著的《蒙古民族与自由》当中，更是赤裸裸地坦陈了扶持泛蒙的野心。按照此人的设想，泛蒙将涉及3大主权国家中俄蒙，
一旦范蒙思潮崛起，将直接影响中俄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最乐观的情况下将直接肢解中俄。届时，亚洲版图将会诞生一个横跨中俄蒙的庞大大蒙古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将帮助日本成功瓦解遏制中俄的重要工具。除了日本之外，范蒙背后的另一股势力是喇嘛。范蒙主义的涌现常常与宗教、政治活动脱不开关系。范蒙主义者除了利用共同的历史、传统、语言来煽动激进民族情绪，另一传播思想的重要纽带就是藏传佛教。蒙古地处中俄之间，自1991年便提出了第三邻国外交战略，开始积极寻求与外界的联系。蒙古语族与中国藏族因信仰上的相同，自然而然凝结出了思想纽带。于是，在中俄蒙三国中间，形成了一片由蒙古语族与藏族凝聚而成的喇嘛世界。2006年底，蒙古总统造访蒙古语族国家喀尔梅克，对方在接待蒙古总统时激动地表示：“我们已经等待您400多年。”喀尔梅克极力强调两国同属蒙古种族，并认为是佛教将二人连接到了一起。2006年8月，达赖喇嘛造访蒙古，受到对方的热烈欢迎，外界纷纷掀起流言，这是范蒙主义意志的体现。在共同的蒙古帝国愿景面前，蒙古不会惧怕任何压力。直到近些年，随着中国发展的快速崛起，国家实力的稳步提升，范蒙主义与藏独分子才渐渐收敛起爪牙，转而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群体——金蒙分子。与金美、金日分子一样，这是一群身体流着中国血脉，享受着中国为其提供的一切物质条件，思想上却极端偏向蒙古，认为中国哪哪都不行，蒙古哪哪都好的极端主义者。他们一边吃着中国的饭，住着中国的房子，另一边却贬低抹黑中国，甚至以自身的国人身份为耻。说得好听一点，这是一群金蒙分子；说得直接一点，他们与蒙古国内的极端民粹主义分子无异。2015年3月29号，一批中国公民在蒙古登山时，竟遭到蒙古极端组织的人身侮辱与攻击。其中一名中国公民是内蒙籍贯，于是便受到对方的言语侮辱，甚至是人身攻击。对方一度要求受辱的中国公民下跪。事发后，一行5人未敢直接向大使馆报告此事，也没有向当地警方报案，而是在全部安全回国后才揭发此事。一时间，中蒙两国举国震惊。中国驻蒙大使馆高度重视此事，立即向蒙古外交部门提出严正交涉，对中国公民受辱一事表示严厉谴责，并要求对方依法惩治肇事者，并通报这一恶劣行径。同时，使馆要蒙古方面作出承诺，必须加强对在蒙中国民众的保护，并做好舆论引导，维护中国公民在蒙的正常工作。很快，乌兰巴托方面作出正式道歉，称此事违反了蒙古国宪法与刑法，并对泛蒙极端民族主义作出批判。然而，乌兰巴托方面的表态并不能改变蒙古境内极端主义组织遍地的情况，尤其是泛蒙古运动。该组织是蒙古较大的极端民族组织之一，甚至带有纳粹色彩。其最大的特点是极端排斥仇恨外国人，尤其是中国公民。2010年，泛蒙古运动就在乌兰巴托与中国务工人员发生冲突。事发后，主动挑出事端的该组织还倒打一耙，向警局递交了抗议书，要求将参与冲突的中国人驱逐出境。而讽刺的是，这群务工人员所承接的项目还是中国援建蒙古的工程。泛蒙古运动的所作所为，像极了那群可恨的金蒙分子，吸食着中国的血肉，还要反过来诋毁、抹黑中国。如此行径早已超脱疯狂的范畴，而是赤裸裸的泯灭人性。金蒙分子的出现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毕竟无论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层面，蒙古都算不上一个强国。很难想象，居然会存在这样一群诋毁抹黑中国，却向往样样都不如中国的蒙古的极端主义者。如此做派，着实令人感到恶心至极。只不过，无论他们如何横生事端，宣扬所谓的蒙古帝国宏大愿景，都改变不了中国日渐强盛，蒙古帝国早已湮灭于滚滚历史洪流的事实。至于分裂内蒙、恢复昔日蒙古帝国荣光，更是痴人说梦的幻想。